加拿大已经成为了印度的头号敌人，印度应该立刻对加拿大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随着印度和加拿大关系的持续紧张，两位印度议员如此义愤填膺地表示。而另一边，2023年9月25号，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度领事馆门外突然冒起了阵阵黑烟，只见一群戴着头巾的男子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激动地焚烧着手中的印度国旗。紧接着，这一群男子又将一个印度总理莫迪的纸板模型推到了火堆旁边，一时之间，人们对着这个纸板一阵拳打脚踢，用武力宣泄着自己对于印度的不满。加拿大与印度相隔千里，为何积怨如此之深？答案其实就在那群戴着头巾的男子身上。那些戴着头巾的男子其实都是印度裔的锡克教徒。锡克教在印度的历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虽然锡克人也生活在印度的土地上，但他们对于印度这个国家始终缺乏国族认同。他们大多都信仰锡克教，这个宗教后来也就成为了他们族群的名字。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佛教，其内部往往会强调所谓的等级制度和忍耐哲学，但锡克族的民众普遍尚武，不愿意接受强权的统治。由于印度古代的大多数时期，全国各地都被分成无数个松散的土邦，这些土邦之间的人民往往只会对本邦的统治者产生认同感。这样的局面直到英国殖民者到来以后才得到了改变。锡克族人就这样被卷入了英属印度的统治范围之中。但在英国殖民时期，信仰锡克教的民众也是抵抗殖民最为激烈的一群人。为了压制锡克人的反抗运动，英国殖民者只能将大量的印度教徒移民到了锡克人居住的印度东北部地区。等到印度教人口形成一定规模之后，英国人再挑动他们与锡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如此一来，锡克人对于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就会被转嫁到印度教徒的身上，这也造成了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长达几百年的对峙局面。1947年，随着殖民地独立的风潮在世界各地兴起，英国人不得不同意了印度的独立要求。但是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还是为印度境内的民众制定了一套在后世备受争议的独立方案——蒙巴顿方案。根据这份方案，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居民都可以根据自己信仰的宗教来成立一个宗教国家。看上去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却给未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埋下了无数的隐患。因为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印度境内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很多已经杂居在了一起，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自己的国籍归属问题做出选择。更要命的是，印度境内的锡克教徒在看到蒙巴顿方案之后，也生出了一个想法：既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可以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那锡克教徒为什么不能实现独立呢？于是，印度东北部多个信仰锡克教的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起初，他们也曾尝试过用甘地的那一套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向印度政府争取独立，但印度政府却直接派出军队强硬地镇压了这些独立运动。许多信仰锡克教的商人和贵族被迫流亡海外，最终定居在了加拿大。眼看着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锡克教教徒们终于放弃了非暴力的方针，开始用暴力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诉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成立了著名的卡利斯坦猛虎组织，对印度政府内部的多位高官展开刺杀活动。上世纪末期，锡克教的暴力袭击已经达到了让印度人闻风丧胆的地步，就连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都死在了锡克人的刺杀之中。由于锡克人的行动给印度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印度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卡利斯坦猛虎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但是锡克独立运动的领袖根本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因为到了本世纪以后，大量支持独立运动的锡克人已经跑到了加拿大，并成为了当地政府的座上宾。这样的局面使得印度政府格外尴尬。由于锡克教徒和其他的印度人一样擅长经商，那些被印度政府驱赶的锡克教徒就主动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当地居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锡克教社区。根据路透社在2022年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加拿大境内的锡克教徒已经超过了8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加拿大总人口的2%了。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已经足以让锡克教徒直接影响到加拿大的政治选举结果了。因此，历届加拿大政府经常会为了赢得本国锡克教徒的选票而公开站出来替锡克独立运动发声，这一行为也直接踩在了印度政府的红线上。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许多锡克教徒都已经成为了加拿大本地数一数二的富豪。他们不仅有投票的资格，甚至还可以直接出钱资助自己支持的加拿大政客。一来二去，这些移居加拿大的锡克教徒居然成为了加拿大政坛的幕后金主。
因此，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竞选资金，加拿大的政客们也必须为锡克教独立运动说话。2020年，印度政府宣布一名叫尼贾尔的锡克教徒被认定为恐怖分子，但这项决定很快就遭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强烈抵制，因为尼贾尔不仅是加拿大境内锡克教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还是一个热心于加拿大政治的商人。每一位在其所在区域拉票的加拿大政客都必须在选举前先去拜访尼贾尔。很快，加拿大政府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外交辩论就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印度政府指责加拿大政府是在包庇尼贾尔和锡克教的恐怖分子，而加拿大方面却坚称尼贾尔等人是加拿大的公民，理应受到加拿大法律的保护。按理来说，过去像这样的争论也并不少见啊，但这一次事情的发展却有些出乎意料。2023年6月，尼贾尔在加拿大的一座锡克教庙宇祈祷时，突然被人枪杀了。许多跟随在尼贾尔身边的追随者认为，这一起案件一定是印度总理莫迪指使手下特务干的。此言论一出，立即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印度政府公然派遣特务进入别国领土刺杀他国公民的舆论，引起了加拿大社会的强烈反对情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随后公开站出来发言，指责印度称，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加拿大的国家主权，这是对两国外交关系和国际法的公然挑战。而且，加拿大政府还因此驱逐了印度的一名外交人员。而这一回，印度的莫迪政府也选择了强硬到底的策略，印度方面也立刻宣布了驱逐2名加拿大外交官的决定。印加双方的矛盾很快在国际舆论场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另一名叫辛格的印度议员则发出了更为强硬的表态，他认为印度应该立刻对加拿大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报复加拿大支持锡克教恐怖分子的行为。此时，大家都纷纷开始猜测，印度政府与加拿大之间的这场闹剧究竟会如何收场？那些旅居加拿大的锡克教徒未来还会继续让印度政府感到头疼吗？对此许多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先，加拿大政府驱逐印度外交官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为了讨好本国内部的锡克教选民。反正加拿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规模也不算大，加拿大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与印度交恶的代价。但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加拿大政府不断支持锡克教独立运动的做法，显然就是在挑战他们的底线了。莫迪政府驱逐加拿大的外交人员，不仅是为了给印度民众一个说法，也是为了给自己和印度人民党找回面子。否则，莫迪千辛万苦给自己塑造起来的政治强人形象就有可能会一夜崩塌。相比之下，印度在经济上更加需要加拿大的帮助。未来随着相关舆论风波的降温，莫迪政府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低调的手段与加拿大恢复外交关系。毕竟，锡克教徒们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而绝大多数的印度人还是要靠着经济发展维持生存的。至于印度直接向加拿大开战的观点，就更是无稽之谈了。且不说印度自身的军事实力究竟如何，就算印度真的与加拿大开战，恐怕位于加拿大南边的美国也不会轻易答应。可以预见的是，只要锡克教徒在加拿大的政治影响力不减，加拿大与印度之间关于锡克教的对抗就还会不断持续下去。只不过，对于双方的政府来说，有关锡克教独立的话题更像是一个捞取政治选票的工具。对于印度政府来说，位于东北部的旁遮普各邦始终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加拿大政客而言，锡克教商人的支持更是他们获得政治地位的重要保障。在双方漫长的博弈背后，隐藏的却是无数锡克教民众复杂的心理情感。或许未来的道路依旧要靠锡克教徒们自己去走完，而前方的结果还充满着未知。2023年5月初，普京突然宣布向中国开放远东第一大港海参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几天后，克宫再度传来消息，俄罗斯将与中国联手开发库页岛，再度刷新世人的三观。俄乌战争打响后，俄罗斯俨然一副彻底倒向中国的姿态，一个又一个大礼砸到中国头顶。那么，从渴望加入西方阵营到放弃西方幻想，俄罗斯经历了怎样一番历程？全面倒向中国后，俄罗斯又给中国送上了哪些大礼？俄乌战争打响前，俄罗斯一直都在试图加入西方，愿意向欧美敞开大门。普京不止一次表态，俄罗斯愿意维持开放态度，很乐意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然而一路走来，北约阵营的种种针对打压，已让俄罗斯彻底失望。各国方面意识到，无论如何，西方都不可能将俄罗斯视作自己人，只会把其视作要打倒的敌人。美国不会放任一个继承苏联70%遗产，并且历史上曾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强敌的存在。所以苏联解体后，美国才会一如既往奉行着对俄罗斯的孤立与制裁政策。从北约东扩到克里米亚冲突，从全方位的制裁到国际领域的处处打压，美国为了打垮俄罗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西方阵营强大的角力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一步步蚕食殆尽，前方只剩下乌克兰一个桥头堡。不甘就此落入北约包围圈的俄罗斯，只能选择打响战争。而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断绝了加入西方阵营的念头。尤其是在战争打响后，芬兰、瑞典立刻递交入约申请，两国无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环视四周，俄罗斯已经彻底孤立无援，唯有倒向中国这一条路可走。俄罗斯此次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无疑开罪了全世界。尽管普京一再强调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基于俄罗斯受到了威胁，并罗列出大篇历史和现实理由，但从现实来看，普京的解释显然成效不大。这一点从联合国要求俄罗斯停战并撤军的投票票面就能看得一清二楚。181个国家参与投票，其中141个要求俄罗斯立刻停止侵略行为，只有5个国家支持俄罗斯。在联合国本就深受美国影响，并且西方世界掌控着国际舆论主流的背景下，俄乌冲突的污名化，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反对力度都会空前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结束，俄罗斯都会陷入全面的政治孤立与严重经济困难。要想解决这两大难题，俄罗斯只能彻底放弃对西方世界的幻想，转而与中国站到一起。基于中俄之间已经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加上中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国内完备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体系，俄罗斯在摆脱政治孤立、谋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必会向中国伸出援手。这是全世界可以预见的。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所言，提到俄罗斯的好朋友，首先就是中国。而为了牢牢稳固中俄友谊，俄罗斯在决定倒向东方后，一上来就给中国送了一个又一个大礼包。2023年5月初，普京突然宣布将向中国开放远东出海重镇海参崴，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俄罗斯远东建设落后，众所周知，海参崴堪称是整个远东最重要的城市和港口，这里是俄罗斯亚洲版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贸领域，它是远东最大的贸易港，是俄罗斯与亚太展开经贸合作的重要门户。港口货物吞吐量占据远东港口总量的大半比例。政治领域，这是远东的政治枢纽，俄罗斯影响力投射到远东和亚太的关键。军事上，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门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之一，守卫着俄东翼国土。正因海参崴的地位至关重要，俄罗斯才一直没有向中国开放这里。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不断主动推进中俄合作，黑龙江大桥建成，中吉乌铁路提上日程，西伯利亚2号管道开始建设。再到去年5月，普京甚至将海参崴这张牌也打了出去。中国获准进入海参崴后，就可以借助这一远东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将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市场。且从此吉林省拥有出海口，这对整个中国东北的贸易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然而这也还不算完，就在莫斯科方面宣布海参崴对中国开放的几天后，库页岛也传来好消息，俄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开发岛上资源。库页岛向东可以进入太平洋，向南直逼北海道，战略价值极高，且这里矿产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将这样一块肥肉主动分给中国，足以见得俄罗斯对加强中俄关系的诚意。据库页岛方面传来的消息，50多台中国施工设备已经从东北运往库页岛准备施工，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座座飘荡着中国国旗的火力发电厂、能源开采厂就会拔地而起。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中国的让步还体现在竭力确保人民币被用于两国间的投资与合作，放行中国与中亚5国召开峰会，规划对中国粮食出口新贸易线路，不再干涉中国对前苏联成员国的投资，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坚决支持中国。为确保不会失去中国这个盟友，俄罗斯可谓是付出了血本。而在俄罗斯砸向中国的一个个大礼包中，殊不知最贵重的还是俄乌战争本身对中国的利好影响。立足于客观角度，俄乌冲突固然让俄罗斯自身陷入困境，但对于中国而言，两国战争却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其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帮中国大大分担了来自美西方的施压，为我们争取了几年埋头发育的时间。俄乌战争这一仗直接将美西方和俄罗斯彻底卷入纷争，置身于乱局之外的中国反过头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俄乌冲突前，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心腹大患，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战都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拜登上台后继续延续前任政府的联合狡猾政策，试图集中力量彻底将中国击垮。然而，俄乌冲突的发生直接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了大半过去，对华制裁只能暂时延缓，力度削减。此前，美国一度试图打造针对中国的全球联盟，但全球联盟的本质是扩张，而美国目前对中国实施的是收缩战略。收缩与扩张之间是能力与意愿的庞大缺口，于是美国开始出现力不从心现象。
眼前的乌克兰危机要求美国在两头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只能出于西方世界的安全利益、霸权维系等多方面的考量，优先动用力量制裁俄罗斯。为此，白宫不得不重新划分战略资源，对华制裁势必被削弱。当然，国际社会对目前中美俄三方关系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美国恰好可以利用此次西方世界空前团结、携手对付俄罗斯的机会，趁机打响对中国的全方位围剿。但与此同时，一旦美国对华用力过猛，将完全有可能将中国彻底推向俄罗斯，加速中俄战略同盟甚至是军事同盟的达成。显然，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想有效遏制中国崛起，又不想看到中俄联手的场面。目前，美国人并未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当前美国大选、特朗普遇刺、拜登退选等一系列特殊或突发背景下，美国愈发没有寻找平衡点，从而解决对俄对华政策的精力。而在美国尚未明确对华打压政策之前，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中国无疑是利好消息。再者，西方世界目前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实则暗流涌动。美西方之所以能形成对俄制裁联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战争的愤怒和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彻底站到了统一立场。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看清，美国操控北约东扩才是欧洲爆发战乱的根本原因。美国人在牺牲欧洲的利益，换取自身霸权的维系。随着俄乌冲突逐渐偃旗息鼓，势必会有越来越多欧洲国家认清事实，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不断发酵。如此一来，美国试图联手欧洲打压中国的意图愈发没有了信任基础。站在这一角度，俄罗斯主动挑起的这场战争，再度为中国分担了一部分来自美国的火力。从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朝着西方靠拢。然而，北约的一次次东扩，美西方的联手打压，终于让俄罗斯意识到，西方阵营根本没有莫斯科的容身之地。于是，普京政府果断壮士断腕，全面转向东方，并连续抛出一个又一个诚意满满的大礼包。但殊不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其实是战争爆发带给中国的喘息机会。目前，在俄乌战争没有彻底落幕，巴以冲突也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要承受的压力又轻了一些。待美国人从自己一手酿成的境遇中抽身时，中国会发展到何种地步，谁也无法预料。而这就是俄罗斯给中国最大的礼物。